在新闻上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因为罪证确凿被判有罪，但这些所谓的罪证，也就是犯罪证据，真的有可能100%正确，完全不会出错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司法审判当中可能藏有什么样的漏洞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司法审判当中科学鉴定结果目击者的证词、嫌犯的自白、录影画面等等的证据，往往是定罪的关键。但你知道吗？这些证据其实都有可能因为人们的偏见或是盲点而出错。这集要分享的不平等的审判，作者是一位美国的法律学者，也有着丰富的司法实务经验。他的书中呢，就借由科学研究搭配各种历史判例，整理了司法程序当中容易被忽略的人性漏洞，并且指出这些漏洞可能如何的导致司法不公。那么今天呢，就会透过这本书来跟大家聊聊证词、自白、鉴定等等这些罪证真的都会出错吗？但是为什么会出错？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吗？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你喜欢玩策略桌游吗？那就马上来玩米走工作坊新推出的2045战争桌游吧。这款原创桌游以台湾视角出发，描述西元2045年，在另外一个时空里面，中国发动了特殊军事行动，玩家将扮演台湾各势力的领袖，做出策略性决策，努力的在游戏当中备战生存下去。米走工作坊设计团队擅长台湾文史的游戏开发，过去曾经出版台北大空袭等桌游。而这一次的2045是由国家级设计师参与创作，机手为玩家打造出精美卡牌游戏配件，提供沉浸式的桌游体验。这次的优惠直到9月13，全系列周边集资限定，错过即绝版。马上点击画面左下角的产品资讯卡，了解更多的资讯吧。书中提到，人类有贴标签的天性，在我们第一眼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呢，多少都会无意识的帮对方贴上标签，像是黑人老人有钱人等等。那有了标签呢，就很容易形成偏见，而且人们呢会不自觉的去找支持自己看法的资讯，并排除相反的资讯，进一步的加强这个偏见。那在司法程序当中呢，这就有可能造成未审先判状况，甚至就连被视为一翻两瞪眼的鉴识科学，也有可能呢都因此得出错误的结果。比如有项实验呢，找了一群 DNA 专家做鉴定，但只有一半的专家呢会被告知要比对的是性侵犯嫌犯的 DNA， 以及呢在犯罪现场取得的 DNA 样本，另外一半呢则对这两个样本的背景完全不知情。结果得知样本来源的专家全都判断两个 DNA 样本相符，但18名不知情的专家当中呢，几乎全部都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有17位认为呢两个样本不相符，只有1位认为相符。作者说，像这种因为标签造成的偏误，危险之处在于人们往往不会有自觉，还以为自己很客观公正。而这种状况呢，也不只会发生在科学鉴识上面，还有很多的证据呢，都可能受到标签的影响，比如嫌犯的犯罪自白。书中提到呢，一般人会觉得没被刑求逼供，无辜的人呢，不可能会去做不实自白，承认自己没犯过的罪。在司法实务上面呢，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常常使得嫌犯的认罪自白变得很有力的一个证据，甚至呢是定罪的关键。但其实在美国呢，所有被平反的冤案当中呢，有高达25% 的冤案就是不实自白造成的。作者指出呢，嫌犯之所以会做出不实的自白呢，往往是受到了警察侦讯方式的影响。首先呢，美国警察讯问嫌犯时呢，常常会使用所谓的礼德技巧，也就是先温和的询问来判断呢嫌犯诚不诚实。那一旦警察认为嫌犯在说谎就会直接推定他有罪，并改用精神压迫疲劳轰炸等等的方式，或用不存在的证据欺骗嫌犯来设法取得犯罪的自白。而且呢，研究还显示警察并没有比一般人更擅长分辨谎言。人类能够分辨实话跟谎话的这个比例呢，平均只有 54%， 等于是只比随机的乱猜好一点点。作者就批评这样子等于是警察依据他们不准确的直觉在决定整个讯问的方式。那等等，如果是直接看这个嫌犯自白时的影像呢？想象一下，如果警方呢在侦讯室里面架了3台摄影机，全程拍摄嫌犯的自白，一台呢从警察的视角出发，镜头对着嫌犯；一台呢从嫌犯的视角出发，镜头对着警察；还有一台呢是第三者的视角，从侧边拍摄双方。那可能会有人认为，既然都是同一段的讯问内容，无论是看哪台的影片，应该都会做出同样的结论。但有研究发现，视角对人们的判断有很大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呢，从嫌犯视角观看的人会更倾向认为呢自白是被逼的；从警察视角看的人呢，则会更倾向相信自白呢是真的认罪。那如果是从第三者的视角来看呢，结果则介于两者之间。另外，有类似的实验也显示，看警察视角影片的受试者呢，判断嫌犯有罪的几率会比从第三人的视角呢来看高出1倍。作者分析可能这是因为我们在看影片的时候，容易把自己带入当事者的位置，所以从谁的视角看影片呢，就会更倾向同理他。那这种感受呢，也可能进一步的影响我们对于事实的判断。好吧，那如果是直接呢让这个受害者或是目击者当证人，提供线索指认凶手，会比较可靠吗？作者的答案是未必哦。有研究调查显示在美国遭到证人指认的嫌犯当中呢，平均每3位就1位是无辜的。换句话说，目击者或者受害者的证词也未必可靠。作者认为呢，这是因为人类的记忆力会受到理解力还有注意力的限制，包含了事发当下的位置光线、当事人的年纪心理压力等等，都会影响记忆的准确度。而且因为记忆呢会随着时间流失，往往细节呢是最容易被忘掉的，所以回想事情时呢，人会不自觉的去填补空白。那填补的内容呢，就很有可能是受到既有认知或是后来获取的资讯影响而创造出来的假记忆。比如呢，有个实验就在受试者真实的童年照片里面混进了一张电脑合成的旅游照，然后让受试者呢一一针对每张照片回想当时的事情。结果呢，有一半的人在翻到这张照片时呢，都有回忆起这趟根本没有发生过的旅行。另外还有个实验是先让2组受试者看一段影片，再问他们片中的男人有没有留胡子。但对于其中一组受试者呢，实验人员会边摸下巴边提问，另外一组呢则是普通的提问不特别做动作。就发现呢，摸下巴组当中回答有留胡子的人是普通提问组的3倍。这显示出警察问问题的方式或无意识的行为也都可能影响证人的记忆。所以作者就认为呢，在人类的记忆本来就有各种盲点，甚至会自行造假的状况之下，过度的仰赖证人的记忆去判断案情，可能会造成严重错误。可是如果从鉴定自白到证人都可能出错，那不就是什么证据都不能够信了吗？这样子要什么审判啊？作者认为，人们虽然创造了司法制度，但未必是这个制度最理想的操作者，因为人类天性的限制，难免还是会造成不公平的审判。所以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在司法制度的各个环节当中，尽可能的减少依赖人类的能力。那长年以来呢，许多的相关单位也都试着朝这个方向努力，像是纽约市警局呢，就从2009年开始使用了360度高解析的全景扫描相机来拍摄犯罪的现场，以免警察呢在现场忽略重要的证据或事后记忆遭到了扭曲。同时，他们也引进了即时查询系统，让警察呢能够利用手机及时的透过门牌号码得知房子以及住户的相关报案记录，以便呢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反应，而不只是呢去依靠记忆或者是直觉的判断。那除了这些实际的案例之外呢，作者还提出了一些蛮有创意的想法，比如把现在实体的审判现场搬到虚拟法庭上面进行，并且让案件的关系人呢以数位化身的形象参与审判。作者认为这样子一来呢，在场的专家证人、法官、陪审团等等，就比较不会因为肤色外貌、口音、气质等等因素对当事人产生偏见，进而影响到对于案情的判断，而是可以更专注于对话的内容还有案件本身。虽然这本书的主轴是在强调在司法系统当中人性会发挥怎么样子的影响，导致这个审判不公，但作者呢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实际案例，也让我们看到冤案的后果有多么的严重。不只是做冤狱的当事人跟他的亲友会受到影响，也可能加深被害人跟被害人家属痛苦，甚至还可能因此错失抓到真凶机会，而导致更多人受害。不过这些真实案例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像是盲目的相信专家意见的白袍症候群，或是高估医学证据的 CSI 效应等等。今天呢，碍于时间的关系都没有介绍到，所以很推荐有兴趣的大家可以亲自去看看这本书那话说回来其实我们在读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跟作者不同的想法。比如虚拟法庭的点子我们虽然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前卫有创意，但是否真的能够让审判更加的公正，我们就比较持保留态度了。因为透过案发地点动机之类的基本资讯，还是很可能呢去推测出被告的族裔或者经济条件等等背景，那也还是无法避免偏见产生。另外，我们也觉得在司法体系当中呢，有的时候人性可能还是有存在的必要。比如，如果有人因为不堪长期家暴又不知道如何求助而动手反击，那在虚拟法庭上面，我们看不见被告的表情，也听不见他声音里面的颤抖，光透过数位语音的转述，或许很难真的理解他是怎么样走向犯罪这一步的。
那当然，我们绝对不是要说有苦衷就可以犯罪，那一定呢就要原谅之类的。而是我们觉得许多犯罪事件的背后都存在着复杂的动机跟人性的挣扎，需要一并的考虑进去。但如果是透过虚拟法庭，可能在目前就比较难处理到这部分。所以我们觉得目前比较好的做法，可能还是像禁止警察刑求逼供一样，透过一种机制规范的设立，来尽可能减少这些不公平的发生吧。好的，那最后呢，我们想来问问大家，你会比较相信犯罪案件当中的哪个证据呢？A. 鉴识结果，像是指纹DNA 等等，因为科学证据应该还是比较客观的吧。B. 嫌犯自白很难想象呢有人会去认没犯过的罪，都认了应该就是真的吧。C. 证人的证词在场目击者呢，甚至是被害人本人的说法，我都觉得还是很重要。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不平等的审判。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法官的判案标准以及 AI 法官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